大学即将毕业，我那个乖巧伶俐、懂事听话的男友和白富美学妹在一起了。男友，我已经不爱你了，有什么冲我来？学妹，你除了长得比我好看，身材比我好，各种国际奖项拿了几个，还有那里能和我比？这种条件怎么跟我争？我拿出手机给总秘发了条消息：天凉王破吧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男朋友出轨了，我觉得很可惜。他是我见过做饭最好吃、最乖巧听话的男朋友了。平时煲汤小炒、洗衣做饭都让我很满意。只是他现在怀里搂着另一个女孩，手里还抱着花，拎着菜，一副贤惠小男人的模样。他们看见我了，男友先是慌张的想躲起来，而后低下头不敢看我的眼睛。女孩却大步向我走来，嚣张的抬头瞪我，长长的美甲差点戳进我的鼻孔里。你就是阿俊的前女友，长得还算可以吧？你男友我很满意。说着，努力扭着婀娜多姿的身材向我展示那一身大牌 logo， 脸上得意洋洋，显示着自己无敌的优越感。你觉得满意就好，我的付款码在这。我打开手机，熟练地展示给 logo 女孩。生意人讲究的就是让顾客满意，满意就会给钱。更何况这个顾客看上去人傻钱多，什么垃圾都要，难怪他不要你选择我。要多少？10万够了吧？ logo 女孩倒也大方，直接扫码转账，银货两讫。对得住那一身大牌，原本还一脸愧疚的林坤俊脸色顿时铁青，眼睁睁看着2个女人将他买卖转手。够了！他上前一步，拉住已经付款成功的 logo 女孩。阿然，我已经不爱你了，别再出现我们面前。他跟你不一样，我们结束了。说着，他灿然一笑，眼里挤出一丝泪花，堪称当代情种，绝世影帝。我笑眯眯地举着手机跟他展示收款页面，点头。我知道，我们确实结束了，不过这个结果我也很满意，皆大欢喜了。说着，潇洒地转身离开。慢一点，都怕人反悔。这个城市待了4年，是时候该回家了。本来还想着能找到一个能帮我稳定大后方的男朋友，以后帮我照顾家庭。结果在我去国外参加交换演讲的时候，他居然有了其他选择，真是失误。当时应该把他带上给我洗衣做饭的。算了，也还好没带。没2天，林坤俊又蹲在教学楼后面，将堵住了我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不希望你继续纠缠我。阿然，你也不要再为难圆圆了好不好？他看到我之后，冲上前就是一顿输出，但说出来的话我都有些听不明白。我为难谁？我纠缠什么了？我不明所以。分手？哦，不对，发现自己被绿将近1个月了。从那天银货两讫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这两奇葩。这又是演的哪一出？我知道你还爱我，但是我们真的不可能了。你这么优秀，你会找到比我更好的男人。我们过去的感情都是真的，只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，你明白吗？现在我只爱圆圆一个人。说的情到深处，林坤俊将双手放在我肩头紧紧攥住，目光里满是痛楚，好像说出这句话的难受程度堪比便秘1个月。他爱吃辣有痔疮，这个表情和之前10多天没大便一样，我经常能看到。我知道，那天不都说清楚了吗？你的新女友圆圆是吧？很可爱，我们说清讲明了，这件事过去了，祝你们幸福。看着熟悉的痛苦表情，我实在没办法带入他的情绪，感同身受，只想早点回去休息。一把扯掉他的手想走。那你为什么不把钱还给圆圆？他蠕动着嘴唇，说到钱的时候声音骤然变小。
不复之前对新女友爱意表达的热烈。哦，原来是这件事。我了然地回头看着面前的男人，好奇地问：“是他让你来的？但这是他自愿给的。如果他想拿走，就让他来找我。但是生意归生意，是选择退货退款还是仅退款，这是卖家和买家的事情，跟你也没关系。而且我这里不接受退货，买家要是不喜欢，那就剪断上图。到时候我再考虑下退不退款。”说着，眼睛扫了下他的腰部以下。林坤俊听完，顿时整个人后退一大步，手不自觉地捂住自己，而后觉得有些丢脸，有站直身体，妄图晓之以理：“你原来不是这样的，阿然，你之前对我很好的，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这么贪财？你听我的，现在把钱转给我。圆圆爸爸很有势力，要是被他家里人知道你敲诈他，对你下手怎么办？我知道你家里可能有点钱，但你们还是不一样的。你这话说的不对。什么叫敲诈？你的圆圆是自愿给的，条件是让出男友，并且不再出现你们面前，而我一向信守承诺。你现在特地找过来让我把钱给你，怎么一个白脸一个红脸？还是说你是背着你那个新女友过来要钱，准备吓唬我把钱给你，然后自己揣兜里？”我抱住胸口，看着眼前白净的男人，本以为是个聪明的听话的，没想到也是个为眼前利益蒙蔽双眼的蠢货。我现在还有点事情，如果你继续找我要钱，我就去校广播站广播找你女友问清楚情况了。听到我这么说，林坤俊顿时脸色涨红，手足无措，说：“下次再找我人就跑了，真是窝囊。月然，你这次的表现非常优异，那边的教授可以给你推荐信，直接读博。今天叫你来，就是问问你是怎么想的。”花白头发的张教授慈爱地看着我。在我的大学生涯，张教授给了我许多的帮助，我非常的尊重他，但我没有继续读书的打算。我爸这周已经打了3次电话，问我什么时候回家。如果告诉他要继续读博，估计他能打飞的飞过来，抱着我的腿哭给我看。多谢张教授的栽培，大学4年，我在您这学习了很多，目前没有继续读书的打算。假如以后有机会合作项目，希望您不要拒我之门外就好。拒绝了教授的好意提携，刚出门就接到了本周第4次老爸的电话：“宝贝，你什么时候回来接手啊？老爸，我快撑不下去了，一把年纪还不能退休，那个椅子坐得我腰好痛。谢谢老婆，你也吃，这水果可甜了，嘴巴过来啊！宝贝，你还在听爸爸的话吗？你再不回来帮助爸爸，爸爸真的过不下去了。”听着那边一边诉苦一边秀恩爱的父母，我直接掐断了电话。这种话在离开家上大学之后，每个学期都能听到，特别是大4，电话多的林坤俊都怀疑我家是不是欠债了。这电话来催债的，多次强调不是后，林坤俊还是不死心的要看我手机，嘴里说着都是关心我，有问题可以和我一起承担。看到是我爸之后，从我这里转走1000块给我买菜，做了顿饭安慰我。我并不介意男人花我的钱，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，毕竟他在照顾我上面也值得花这么些钱。林坤俊家里条件说一般都是夸了，他带我回去过一次，我们从飞机转高铁到大巴，我骨头都快坐散了，才到他们家村口。山村大巴开走的时候，飞了我一脸的土，他没管自己脸上也全是汗水和黄土的混合物，拿出纸巾轻轻地帮我擦掉了那些脏污，还捧起我的脸亲了一口。宝贝真漂亮，明珠蒙尘，不减其光。到了他家，
他妈妈非常热情地招待我，拿出最好的酱菜和腌肉，在他们家的土灶上炖了一大锅腌肉炖菜。大冬天的很简单，也很暖和。最后还给我单独烧了一大锅热水。我知道你们城里姑娘爱干净，没事，阿姨单独给你烧水。那个洗澡桶我也给你刷干净了，让你先用。有什么不舒服的就跟阿姨说。别客气呀。这话正巧被林坤俊的嫂子听到了，顿时不服气地念道：凭什么？我刚嫁进来那会儿，刚子。林妈妈狠狠地将手里毛巾一扔，将大儿子叫进来，带走了嘴里碎碎念的大儿媳。你别介意，俊子他嫂子就喜欢比较，还喜欢乱说话。我对谁都一样好，对他也好，真是个白眼狼啊！白眼狼。再次见到方丽媛，是我准备回家的前一天。鼻孔朝天的大小姐一看到我就将身体扭出一个曲线，全身的 logo 一个不漏地展现在我眼前。还好我不喜欢这种一眼能看得到的大牌，要不也该这么丢脸吧。喂，听说你不满意我给你的10万块，嫌少？我还以为你是个洒脱人，没想到也是个贪心的。但你现在再贪心也没用了，阿俊已经完全不爱你了，你就算赌他也没用。识相的就不要再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下次你再出现骚扰我们，不管你是什么国际奖项获得者，你都别想找到一份好工作。方丽媛说完，走过来想推我一下，软萌娇小类型的她发现，想气势十足地戳我，那得踮起脚尖才能勉强做到后，顿时气急。一个女生长这么高做什么？他平视的眼神正好落到我胸口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更加生气，脸都憋红了。长得高是因为基因好，我爸妈都很高。我勾着唇的看着眼前娇小的女生，感觉有些好笑，不太理解她为了什么生气。这些有什么可比的？长什么样子，回去看看爹妈，照照镜子不就知道了吗？但我这句话好像又刺激到他，气得他胸膛一直起起伏伏，最后上下扫了我一眼，突然又自信起来。长得好又怎么样？基因好又怎么样？投胎好，家庭好才是真的好。一边说着，一边又扭动身体，给我看一排排又大又丑的 logo， 刺得我只想快点离开这个 logo 精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白衬衣和牛仔裤，干净素雅，很舒适。将双肩包背带往肩膀上提了提后问道：还有，你听谁说我嫌少了？10万块一个林坤俊，我觉得很值啊。还是说你反悔了？今天是来找我退货退款的，我这边不接受货物来回倒手，要么你就把货物直接损毁，发我照片，我就退款给你，要不然概不退钱。听到这话，方丽媛翻了个白眼。行了，说来说去，不就是想我把阿俊还给你吗？什么退货退款的，10万块对你来说不少了。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想赚到10万块不容易，知足吧。阿俊你就别想了，我知道他很好，细心温柔体贴，你舍不得。但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就因为你长得好看，身材好，还有机会出去交换学习吗？你这么拼命，不就是为了过上我这种生活？但是我命好，不需要跟你一样拼命就能过上你想要的生活。奉劝你一句，拿着钱走远一点，最多我祝你前程似锦喽。说完，方丽媛咯咯咯地得意笑着，一撩自己精致的长卷发，像个花俏的小母鸡，拎着大印花 logo 的包优雅地走了。我耸了耸肩，这两个真是天生一对。站在机场门口，深深吸了口家乡久违的空气。一辆黑色奔驰大 G 缓缓开了过来。大小姐，我朝着司机李叔点了点头，放好行李之后，坐上了驾驶室，开车回家。
这是我所有车里最喜欢的一辆。那些商务车在我看来呆板得很，跑车又太华丽张扬，这辆越野正好符合我的口味。我很享受掌控大型器械的感觉。从高中开始我就参与公司决策，到现在已经6、7年了。当年因为太年轻，总被其他董事嘲讽不可靠。后面2年按照我的策划方案，一不小心做到了一个行业风口上，直接成为了国内顶尖第一，垄断了大部分市场。而现在已经是世界顶尖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。从那之后，公司有任何需要决策的方案，都会跟我视频会议。即使这些年不在家，公司的大部分高层都是知道我的存在，也知道我才是以后的实权者。刚刚将车停好，呼啦啦的从别墅里弹出来一个白嫩的高大胖子。只见他身手矫健的从远处向我这边滚来。宝贝，总算是回来了。你不知道，老爸我可想死你了。昨天王秘发给你的消息，你看了吗？你觉得那个方案怎么改？你什么时候可以代替我去公司？你这段时间不在，那群老东西又开始称大王了。我将车后的行李拖出来扔给他，一边朝着别墅里走，一边说道：我明天去寿天企业面试，估计过几天就要去上班了。家里的公司还辛苦你多看一段时间。是那个最近专利炒得最厉害的那个寿天。听到我的话，老爸顿时安静下来，咋咋呼呼的气质一扫而空。是的，我怀疑他们专利是假的，但现在一时间抽不出人手去打探，他们的人也不认识我，正好去看看虚实。如果这个专利是真的，我们正好抢先一步拿下它。如果是假的，就看哪个冤大头买单了。我对着老爸狡黠一笑，不愧是我的女儿，就是厉害。我就再替你看一段时间。老婆开饭。3轮面试下来非常顺利，我笔试面试都是第一的，拿下了这个 offer。这个公司远比我想象的重视这个专利。每次会议里提到这个，大家都呈现一种难以自己的狂热。但实际入职以来的2个月，我从没见过半点相关文件。我通知老爸这个事情可能如我所料的有诈，和寿天企业的合作一直拖延，就是不盖章给钱。最后寿天董事有些受不住了，开始联系其他公司。万万没想到，来负责洽谈的居然是林坤俊。阿然，好久不见。看到我后，林坤俊眼里闪过惊艳，而后温柔似水的和我打招呼。他虽然穿的西装，笔挺人模狗样，但整个人看上去有些发肿，完全没有一丝校园男神的清秀感觉。变丑了。负责的主管看了我一眼，不明所以地笑了一声。旧相识。我保持一脸优雅的职业微笑，摇头否认，但心里开始妈卖批。一个大学的同学而已，不是很熟。开玩笑，这个寿天项目这么重要，怎么能因为他的关系破坏掉？关系利益，公司最忌讳的就是合作有熟人，这也意味着机密可能会被泄露。听到我这么撇清关系，林坤俊不甘心的还想说什么，他身后突然窜出来一个抱了一大堆资料的女生，砰的一下将资料扔在桌子上，打断了他想说的话。赵主管，这是我们公司的企划书和相关资料，之前已经给贵公司发过相关文件，您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赞许地看了一眼那个女生，很有眼力，是个干活的好苗子。这一场会议一开就到了晚上9点多，又被招呼着去吃饭宵夜，最后到了凌晨散场，赵主管都没有点头签字。我知道他对林坤俊提出的价格不满意，这是当然的。有几个公司能跟我家的比资金，但我家也不是人傻钱多。
而是那个专利它值。如果专利是真的，那么投入生产将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收益。全国也仅仅只有几家企业有机器能够制造，而我家正是其中最有钱的。寿天他舍不得那口大肥肉。你还好吧？喝了点酒，正在吹风散去酒气，身后的传来林坤俊的声音。林主管不知道职场避险吗？转身看向他，喝了酒的他脸上带着红晕，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，一眨不眨。阿然，我挺想你的。我之前还不觉得你对我有多好，但是这几个月我特别想你。你是被大小姐甩了？听到我的话一愣，然后甩了甩头。没有，我们没有分手。但是越跟他相处，我越知道你的好，你的聪慧大度，不计得失。你看，你离开了我，还能进入这么好的公司负责重要项目，而我不得不讨好方丽媛一家，才能勉强让他爸爸给我这个工作，让我来负责这个项目。他爸爸看不起我，觉得我是个靠女人上位的软蛋。阿然，我过得好辛苦啊，我好想你啊。看着眼前一脸倒霉样的男人，我只觉得晦气。方丽媛爸爸也没说错，这可不就是事实吗？事实就要认，怎么还有脸诉起苦来了？难不成他觉得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能负责的了这个项目不成？刚刚在会上商谈的时候，全程都是他带来的几个下属在记录谈判，而他在不断的走神和盯着我看。以他这种个人能力和对工作的态度，要我是老板，肯定开除他，留着也是吃空饷的废物。发泄完了吧？那我就先走了。来接我的车已经到了，黑色的大越野在路灯下隐秘又霸道。你怎么坐上这么好的车了？林坤俊先是愕然，转而变成了愤怒，一把拽住我的胳膊，不让我走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被包养了？我就说你是怎么能进入寿天参与这么重要项目的？搞了半天也找了后台。阿然，你知不知道名声对女孩子来说多么重要？你怎么干得出这种傻事啊？是因为我吗？我伤害你，所以自暴自弃。看着自恋的男人，刚刚吃下去的东西在胃里蠢蠢欲动的想出来看热闹。我做什么都与你无关，你自己靠什么吃饭的？你心里有数。你的手再不拿开，我就动手了。林坤俊一脸倔强地看着我，蠢货的气质从眼里冒出来。我怎么好意思跟别人说他是我同学的？一把拧住他，拉着我的手，凝气沉肩用力，一气呵成的过肩摔，将人扔了出去。精致的西装在地上擦破一道大口子。隐隐看到我这边情况的司机一路小跑过来，将我护在身后，问我有没有事，要不要报警。没事，回家，别走。阿然，别跟他走。无视后面叫魂一样的声音，心情浮躁地坐在车里闭目养神，阴魂不散。要说我有没有爱过林坤俊呢？喜欢和使用方便比爱更恰当。我一开始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，我以为他对我也足够了解，但是我太高估了他的智力。虽然我没有明说什么，但这些年我带着他坐过我的私人飞机，带他参加我的朋友游艇 party。他为什么会认为普通家庭的女孩能带他去这些场所？人蠢是真的没得救。一大早，我刚到公司门口，就看到林坤俊手里提着一个小饭盒，左顾右盼，无视他快速走过，还是被他拦住了。阿然，你吃早饭了吗？你原来最爱吃我做的早饭，还是热的，赶紧吃吧。说着就想把饭盒给我。我后退一步，大声说：林主管，如果你有什么工作计划，可以直接对接我们主管，找我没用，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。说完没给他反应时间，转身就走。果然，
林坤俊早上堵我的事情，公司上下都知道了，主管还特地找我谈话，费劲巴拉的解释一通后，还是留在项目组里。我现在都怀疑林坤俊是不是故意想把我赶出寿天，才来找茬的。为了不让那个蠢东西坏我好事，接下来谈合作事宜的时候，我主动避嫌，没有参与项目讨论谈判，而是转进幕后筹备项目书。因祸得福，我转进幕后，居然真的接触到了专利的核心文件。果不其然地发现这个专利是有问题的，赶紧通知老爸那边，找个办法取消了本次的合作，总算是功成身退了。从寿天辞职后，老爸觉得是时候官宣我上位，成为集团新任总裁，让他好和我妈享受愉悦的退休生活。为了此次官宣，老爸预备举办一次慈善拍卖会，邀请全国各地的企业家来参加此次拍卖，办得豪华盛大。毕竟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出现，老爸老妈格外重视，从衣服到首饰都是提前几个月量身定制手做的。毕竟作为国内行业内的龙头企业继承人，拿出来都是撑得住场子的东西。在官宣之前，我决定给自己放个假，搬出家里的别墅，在市中心买了一个小居室，整天懒懒散散的睡到下午起床，然后出门散散步。毕竟未来还有几十年的劳作生涯在等我，现在不休息，那是真没机会这么放肆的懒散了。阳光明媚的一天，我正在举着一杯冰拿铁，享受悠闲宁静的午后阳光。一个尖锐的声音在我耳边爆开：“林坤俊，别忘了你是怎么求着我给你机会的。你现在这是什么态度？你工资都是我给你开的，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这么多？你身上穿的戴的，开的车，吃的每一口饭，哪一样不是我给你的？还有你那一大家子，我还给他们在城里买了房，找了工作。你居然到处找人打听月然的联系方式，所以你爱的一直都是他。你们两个联合起来骗我的钱。听说他之前就在寿天工作，我家砸了那么多钱买下寿天的专利，结果赔得一塌糊涂，也是你们两个做的局。哦豁，冤大头找到了！我压低帽檐，吸着杯子里的拿铁看热闹。真是冤家路窄，难怪林坤俊之前能够负责那个项目，原来对接的是方丽媛家的公司。俊子你糊涂啊，圆圆这么好的姑娘，哪是之前那个狐狸精能比的？那个狐狸精才赚几个钱，你不是说她还傍上了大款？这种女人别想进我家门，你快点给圆圆道个歉，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圆圆，你听我说，俊子肯定不是喜欢那个女人才找他的，肯定那个女人蛊惑了俊子，签下那个什么合同，钱估计都被他贪走了。不是说后面就辞职了吗？我看那种女人这辈子也就赚点黑心小钱，贪心不要脸。我家俊子最爱的是你，别因为一个外人生气了呀。不愧是活了50-60年的人，比林坤俊厉害得多。三言两句就把方丽媛哄住了。我看着对面那个皮肤黝黑的精瘦老太太，身上穿着花花绿绿的大 logo， 满是褶皱的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，跟在方丽媛身边安慰，滑稽得像个小丑。这个林坤俊怕是想软饭硬吃啊！现在有钱有权，一家子都过上了好日子，现在还来找自己干嘛？林坤俊绷着一张脸的跟在两个女人身后，一言不发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这个妈宝软饭男不会想东食西宿吧？有够不要脸的！还好现在跟他们再没有交集了，扔掉喝完的咖啡杯，起身回家。然而老天爷并没有放过我，站在电梯里，空气让人感觉到窒息。阿然，你怎么也住在这里？
林坤俊的惊喜看着我，他身边的老娘脸色就没那么好看了，跟外人打什么招呼？圆圆还在饭店等我们呢。阿然，这是我妈妈，你还记得吧？我之前带你回家有见过面的。我机械的点点头，表示自己知道。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缘分，才会让他们一家的房子和我是同一栋呢？难道是老天爷看我天资过人，给我的惩罚？很想提前下电梯，但由于我是先进来的，所以站在后面，而他们像是两堵墙挡在我面前。现在就期盼电梯早点到1楼，大家就此一别两宽。这套房子我是不会回来了。跟王密发条消息，让他来给我收拾房间，然后卖掉。阿然，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吗？你之前那个男朋友呢？林坤俊看到我，明显很开心。我也不知道为啥他在开心什么，明明之前一脸害怕我缠着他不放的样子，但我还没开口，林坤俊老娘抢先一步回答：你管他几个人住？10个男人跟他住在一起，都和你没关系。还有你，月然是吧？你和俊子已经分手，俊子现在也已经进入上流社会了。别想着你们还有机会，你就算想办法搞到我们的住址也没用。你们这些小姑娘的心思，我看得透透的，一脸狐媚样就会勾搭男人。我就知道俊子能找到更好。你算得上个什么东西？听到这话，气得我想笑。我不算什么，我是没那么大本事，一家人跟吸血鬼一样吸人血，也没用本事当面一套背面一套，更不会全身上下一条内裤都是别人给买的。我只会靠真本事吃饭，真本事赚钱。你儿子这种活法，我这辈子还真是学不会。哦，对了，以后您孙子该不会姓方吧？刚说完，电梯叮的一声到了1楼，一把推开林坤俊，大步走了出去。忽然又想到了什么，满脸笑容的回头看向气得喘粗气的林妈妈：以色侍人能得几时好？等您儿子年老色衰，身体也不行了，估计又能换新媳妇给你一家生孩子吧。这些包包鞋子一卖，也足够你们烧炕烧灶过一辈子了。你这个贱人，撕烂你的嘴！你个卖的，怎么敢这么说我儿子？耳机一插，后面的辱骂隔绝在外。跟这种人对骂，那就跟街边的狗咬狗一样没品。我能干这事？几个月时间一晃就过去了，终于到我接任的那天。镜子里华贵镶钻的礼服，完美勾勒出我高挑的身材，配套的高级首饰，精致体面的妆容，由专门的团队安排妥当，不需要我多操心。平时很少穿高跟鞋，导致我有些站立不稳，干脆换成了平跟。总裁嘛，不需要讲究那么多花里胡哨的，能力才是第一生产力。晚会刚开始，我混入来宾里，身边跟着总秘，一一告知今天来的人员名单和关系。我对着真人熟悉着，对视上了就微笑点头。不巧又看见了熟人，方丽媛和林坤俊两人跟在方旭身后进入宴会厅。今天的 logo 女孩终于没有满身的大牌子，看样子造型团队也是出力不少。而林坤俊眼神十分锐利的一下子捕捉到了我的身影。晦气！我拉着总秘就想离开。吴秘书，爽朗大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方旭大步流星地朝着我的方向走来，然后握住了吴总秘的手。久闻岳总大名，只是一直约见不到，实在是可惜。不过今天能见到岳总身边的得力助手，那也是十分荣幸了。女伴很漂亮啊。吴念客套的伸手握了握手，转身想介绍我，被我一下掐住了后背。职场人精一下就明白了，挽住我的手微笑：好啊，我就说你跑哪去了，居然混进了江月集团。月然，你真够不要脸的。
看清我的脸后，方丽媛站出来，指着我的鼻子，大声呵斥：“你骗着我家签下寿天的专利，你知道亏了多大一笔钱吗？你怎么有脸还在这个行业待着的？怎么不夹着尾巴滚回你老家去？看你这样，也就靠勾搭男人才能进入江月吧？你知道江月集团有多厉害吗？”我带着得体的微笑，耸了耸肩，没有生气反驳：“我当然知道，我从出生开始就以江月为荣，我老家就在这边，我是本地人。只是我没想到，这要瞧你也是本地人，还是赫赫有名方旭方总的女儿。”听到我夸他爸爸，方丽媛顿时鼻孔朝天，刚刚进门时候的优雅荡然无存。你没想到的事情多着呢，你在寿天赚的钱和我给你的那10万块，花着还舒心，挺好的。我很喜欢钱。方小姐大气：“是啊，拿男人换钱，肯定花得开心。吴宓要小心哦，这个女人很危险呢。”方丽媛说着，朝吴念眨了眨眼睛。谢谢方小姐提醒。被我死死掐住后背的吴念，把手拢成拳头，放在唇边咳嗽：“别听这些丫头们胡闹。吴宓，你看什么时候我能单独见一面岳总？我在昊天酒楼订了大包房，保证私密，酒菜也都是精选的，保证岳总满意。您看。”方旭不满地朝着我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好像很不满意自己女儿被我引诱在大庭广之下丢人现眼。方家花了大价钱买下寿天之前的专利后，寿天几天内就搬空了办公室，顺便申请破产跑了。本想靠着专利大赚一笔的方家，发现自己被骗了，十分震怒。但寿天人去楼空，现在只想再找个冤大头分担损失，但这个雷就是我们扔出去，哪有再接回来的道理？我爸对方旭的邀约视而不见，几次落空，让方旭像个没了头的苍蝇，花出去的钱像泼出去的水。董事会其他成员肯定是不满意方旭，现在正在给他施压。可怜的方总，再不解决，说不定要卖掉部分股份，资产大幅缩水了呢。同情地摇摇头，扔下跟方旭你来我往的吴念到一边，拿点东西躲在角落里吃。没想到林坤俊居然跟了过来。阿然，又见面了。林坤俊不安的手在西裤缝上来回摩擦，不知道自己笔挺的裤子都揉皱了。我塞进一块小蛋糕，扬了扬下巴，示意他有屁就放。在这种场合也不怕他乱说话，这男人有多要面子，我太清楚了。我知道你在努力搞钱，我也是这样的。我想清楚了，我不可能一直屈居于人下的。现在我的履历上的东西也足够了，换个城市，换个公司，也能干到不错的岗位。我还从方丽媛身上弄到不少现金，等过段时间，我就找机会跟他分手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爱的是你，阿然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你身上应该也搞到不少钱了吧？到时候我们双宿双栖离开这个地方，重新开始好不好？看着眼前满脸深情的男人，我恶心到嗓子眼里的蛋糕有些咽不下去，强行吞下去后，白眼都没翻过来。林坤俊，我觉得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我开始就说了不接收退货，你现在找我说这些，不怕方丽媛把给你家买的房子都收回去？你以为给你了就是你的了？出资人才是拥有人，懂吗？傻缺，不是那样的。我让他把钱转给我之后去买的。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相信你，我们才是一类人。你的包养人不也给你买房买车了吗？他也很大方，到时候我们都卖了，肯定衣食无忧，永远生活在一起。眼看跟这个傻缺说不通，我提着裙子就想离开这里。
现在看见这个男人，又恶心又头疼。别走！阿然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方丽媛不知道什么时候跟过来，正好看到林坤俊正对我拉拉扯扯。得看林坤俊怎么解释，一把甩开林坤俊，拉住自己的手，双手抱胸，看这两个准备怎么闹。结果方丽媛看也不看林坤俊那边，笔直地朝着我这边过来。月然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怎么这么下贱，还来勾引我未婚夫？尖锐的嗓音吸引力不少附近的人围观。这么大的场合，你都不会收敛一下自己的狐媚？仗着好看，有点才学，混进高级圈子有什么用？还不是靠身体来的。吴宓，你看你的女朋友，当你面还敢勾引我的未婚夫，赶紧找人把他赶出去！还对旁边的黑西装保镖尖声叫嚷：“你们还不动手！”吴念经过这么一闹，脸色顿时十分难看，挡在我面前，不让方丽媛的手碰到我，面色严肃地说道：“方小姐，我觉得肯定有什么误会，请你冷静一些。如果你再影响到其他人，我可能要请你们提前离开了。”说罢，眼神警告地看了一眼跟在后面的方旭。方旭见状，气急地伸手一把扯住了方丽媛，询问情况，最后眼神阴鸷地看了一眼林坤俊，转身又给吴念陪笑，肯定是有什么误会，我回去肯定教育教育他们。不过您的女友是不是也……说到底，这个方旭还是心疼女儿，清楚我们之间的纠葛后，想拉着我下水，认为没有吴念，我肯定任由他们柔圆搓扁。我整理一下自己的礼服，从后面走出来，一挥手让吴念站到自己身后。误会什么？里面有监控，调出来看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吴念，调监控出来。是。吴念应声交代后面的保镖去调监控。看到吴念这么听我的话，方旭脸色顿时苍白。从头到尾，我和吴念都没有承认过关系，一直都是他们猜测。现在显而易见的是，吴念并不能对我怎么样。事情越闹越大，还在等压轴的老爸终于按耐不住出来看什么情况。岳总，哎呦，岳总好！一堆人看到老爸出现后，纷纷上前来问候。老爸看都没看那群人，直接朝着闹市方向走来，一把将我护在身后。平时被我嫌弃的圆润身躯，此刻看上去十分高大伟岸。出事了，怎么不叫我？别人有爸爸，你就没有了？方总，不知道小女怎么得罪你们一家人了，需要你们如此劳师动众地将人赶出去。听到这话，方家一行人面色难看至极。不知道岳小姐是岳总的女儿。这话一出，一旁围观的人发出一声嗤笑，接着陆续跟着笑了起来。不可能，你不是家里有点小钱的小康家庭吗？怎么可能是岳总的女儿？方丽媛满脸的不敢置信，眼里的愤恨恨不得喷出来。我怎么不记得说过，家里只是普通家庭，我只是不喜欢全身挂满名牌而已，不可以吗？方总家里的家教就是看人先看衣服，我这么努力，只是不想过上你这种生活，花钱给男人，还被男人嫌弃自己没用。被我点名的林坤俊脸色惨白如纸，眼神满是控诉。阿然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如果你一开始就告诉我你的家庭，现在就是我们两个手挽手出现在这里了，也不会闹得如此难堪了。林坤俊，方丽媛的巴掌如约而至，将林坤俊的脸扇肿了不算，整个人还想扑上去抓花他的脸。够了！方旭因为太过丢脸，一把扯住方丽媛，强行将人带走，而林坤俊也被保镖一起拖着扔了出去。我把原本心里计划让我闪亮登场的画面被这一家人搅得稀碎，整场拍卖会黑着脸完成了。
我接任的事情也正式介绍给了各个企业知悉。虽然我爸不开心，但我却觉得没什么，毕竟我爸总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我爸从小就知道我厉害，害怕我嫁到别人家去，喜欢问我要找个什么样子的老公。才一丁点大的我掰着手告诉他，我喜欢贤惠勤劳，在我追求梦想能帮我稳定家庭、孝顺父母的男孩子。那如果找不到呢？找不到就把公司做大做强，当个顶天立地的大总裁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